作为一个传书者，1分15秒后，我将会穿越到这个年近40的古代植物人身上。好消息是，再也不用生卷、死卷996了。坏消息是，云堂，你听我说！竟然想放火烧死娘亲！小姐，5年了，您快醒来主持公道吧！世子妃救了您，却被苏云烟污蔑纵火，要烧死您！竟然想害死嫣儿，给我过来，给嫣儿道歉！云堂，我是为了救母亲，我是清白的，咱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你都不信我吗？云堂，吵死了！什么台词？一上来就给姐整尬的是吧？嫣儿亲眼看到姐姐想放火烧死姨母呢。赶紧道歉！我道歉！妈，亲亲，你的手没事吗？现实世界，我的手因为触电而残疾，没想到原主给了我一个孔武有力的右手。老娘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打女人的家暴男。别吵了！娘，跌了个跟的，该死的家暴男！我去你爹的！娘竟然打世子！小姐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头发返老还童了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大渣男还能变年轻？这难道就是我的穿越金手指？哎呀，你终于醒了，小姐。不是，你谁啊？我牛花啊，是你的陪房丫鬟。牛花，你怎么老得跟我妈似的？不是，这极品哪儿来的？这不你俩宝贝儿子吗？宝贝儿子。What？ 你确定不是在搞抽象？这老妖婆怎么会突然醒来？我和娘明明一直在给她用午时散呢。玉堂哥哥，嫣儿好怕，这侯夫人卧病在床这么多年，今日突然醒来，怎么连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？我不是被妖孽附了体，快除掉他！你过来，过来！干什么？放心，我可是个情绪很稳定的人。牛花啊，你去床头柜把我那聚宝盆拿来。哎，让你去你就去。实锤了，果然可以变年轻。原来打渣男绿茶就能变年轻，这哪是侯府，简直是姐的青春加油站。娘，您如今醒来正好。这个苏云舒心如蛇蝎，竟想放火烧死嫣儿，儿子今日一定要教训这个毒妇啊！你个下野男，爱好品茶，是非不分，交给老婆，我娘让你感受下母爱。母亲，你就饶了大哥吧。闭嘴！你个烧护士女，你懂什么？娘，手打疼了吧？去你的！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伯母，不要再打玉堂哥哥了，要打就打我吧。好嘞。小绿茶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个情绪很稳定的女人。夫人不好了，夫人，那个顾氏他醒了。什么？顾青瓷他醒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和嫣儿一直给他下的午时散，他不可能醒，千真万确。你算他命大，他醒了又如何？
那个老妖婆没有我年轻貌美，她还被侯爷厌弃。当初侯爷怕背负不仁不义的骂名，才没有休了她。今天她刚好喜礼，正好是休妻的好时机。走，找他算账去。是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侯爷。哎呀，这打完人，这胳膊也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，一口气还能再扇50个巴掌。老天爷既然让我顾青瓷醒来，重掌侯府，那今天我就立一立这新规矩。第一，可以睡得比狗晚，但不能起得比鸡早，坚决抵制早八文化。二，谁再敢打老婆？娘，我今天没有打老婆，今天都是哥的错。哟呵，你还敢顶嘴？别逼我！我说过，我是个情绪很稳定的女人。今天就算你们爹在这儿，我也照删不误。夫人是要对本侯动手？看，当年迫于族规，取顾氏延续子嗣，但他性情跋扈，苛待儿媳。我们夫妻感情向来不和。此后，我被派驻边关。5年前，我本欲与他和离，却听闻他突发恶疾，昏迷不醒。如今他醒来，说是再是非不分欺压儿媳，纵容世子，我萧燕婷必定休妻。我去，这就是我的便宜老公，这颜值，这气质，不就是行走的淑君顶配？侯爷，爹，他的模样为何比从前年轻了许多？嫣儿，你受委屈了。娘，嫣儿，这贱人怎么看起来年轻了？是我看错了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侯爷，妾身不知怎么得罪了夫人，夫人竟对嫣儿下了狠手。姐姐，你平日里欺负我也就罢了，为何还要这样虐待嫣儿？哎呦，我就说这小绿茶味儿怎么这么重呢？原来还有个陈年老茶呀！夫人，侯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你快管管呀！古代夫妻恩爱应该就是这种画风，我装的像样，不能一上来就翻车。您之前跟他是老死不相往来，放话要和离呢。和离？是吗？侯爷这般伟岸男子，简直是我的理想型，离不了一点。方才听闻你在教训玉堂，因为他听信谗言，不辨是非，委屈了苏云舒。正是，侯爷，你说，如果是云舒宝贝放的火，怎么可能留一身烟灰在作案现场？他傻吗？明明是为了救人呀！这个渣男萧玉堂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家暴他，不仅容貌变了，连行径也与曾经大不相同。这贱人到底中了什么邪？怎么连做派都变得如此诡异难测？事后滚去祠堂自省。是爹。这便宜老公竟然不偏袒自己儿子。夫人要做什么，开口便是，不必如此作态。5年之前你突然昏迷不醒，如今安然醒来，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是大病了一场，躺了几年，如今已经没事了，打人都不带喘气的。夫人所言正是，许是下人传错了消息。行了行了，杵这干嘛呀？散了吧。娘亲，你消消气。大哥，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让娘生气呢？不像我，只知道孝顺娘亲，
芝芝，跟你的嫁妆里给我拿500两，我要出门给娘买人参补身体，顺道跟几个兄弟叙叙旧。你个败家子软饭男，还敢惦记媳妇儿的嫁妆，你要不要脸？哎呀，二弟，为人表率可不能趴地上啊，有失体面。爹，我去祠堂。萧玉堂，走，咱也赶紧走。芝芝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软饭男要是再管你要钱，你就大胆的抽他。娘，可我是商贾之女。商贾之女怎么了？靠自己的能力来赚钱才是真本事嘛。此等见地，倒是头一回听闻。哟，夫人，小姐，你这皮肤怎么还吹弹可破了呢？这就像刚嫁到侯府那会儿啊！我要是能解决那2个渣男好大儿，我说不定就能回到23岁，到时候再踹了萧燕婷那个老邓。嘿嘿。谁让他每天都冷着个脸？哎，对了，牛花啊，你给我剧透一下，之前在府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姐，你还记得5年前你怎么昏迷的吗？我记得书中剧情是，原主在柳氏挑拨下，跟萧燕婷夫妻感情破裂，被柳氏下毒昏迷，躺了8年后终于嘎了。接着苏云烟上位世子妃，遗落民间的长公主大儿媳被害落胎。拿着你的包袱滚！月，你开门啊，月！商业女强人二儿媳的财产被二儿子和汉子茶霸占，净身出户。我勒个亲娘啊！这2个逆子干的是人事吗？重点是那个嚣张跋扈、人憎狗嫌、虐待儿媳的我，干不过柳氏那个老绿茶。小姐，你总结的太到位了，那说书先生嘴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啊！不行，我如今有钱有颜有地位，可不能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刘花，哎，你去好好关照一下我那2个宝贝儿媳。我不仅要抱紧真公主的金大腿，也要抓住二儿媳妇这个财神爷。小姐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回来！我是让你去给他们送温暖、送爱心，不是让你送他们去上路啊！不是说上手段吗？小姐说了，对儿媳妇不能太好，否则他们会蹬鼻子上脸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宗旨是爱护儿媳，小踹绿茶，痛打渣男，懂？不懂。如今我已经睡了5年了，接下来就是苏云舒怀孕，却被柳氏那母女俩污蔑野种，陷害堕胎了。侯爷，这些年给夫人看病的郎中大夫早已不知去向。此事果然有蹊跷，这顾氏不仅转了性，容貌也越发年轻。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这容貌或许是因病碰上什么神医，不过这性情，还有一种可能是换了魂。什么？或许侯爷一试便知。路遥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这古代也没有亲子鉴定，
怎么证明那逆子的孩子是他亲生的？夫人，这是你的罪案。我明明最讨厌喝茶。喜好没变。夫人，你可还记得离京前你我二人的约定？这老登怎么开始献殷勤了？还真是让人顶不住。什么约定？离京前咱俩不是闹掰了吗？等等，这老登不对劲，难道是在试探我？幸好我也讨厌喝茶。侯爷常年在外也就罢了，忘记我的喜好也罢了，这下还要拿陈年旧事试探我，感情是提醒我，好不得侯爷欢心。我这心啊，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要冷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并非此意。青玉老男人果然招架不住。侯爷，哎呀，娘，你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装可爱了。要不我怎么和那个贱人争啊？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妖法，如今比我还年轻貌美。娘，你放心，等我怀了玉堂哥哥的孩子，不好了，小姐，大夫说世子妃有喜了。什么？有喜？对了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哎，老登，你说为什么一个男人会怀疑自己媳妇生的是野种啊？夫人你……哎呀，不是我，快说。许是有孕的时间与同房的日子对不上。懂了，谢了老登。老登是？就是夸你的爱称。小姐，侯爷夫人，不好了，那个世子说世子妃怀的是野种，要堕胎呢。什么？敢这么欺负我云舒宝贝，我看他活腻了。哎，走！哎呀，陆瑶，在，过来，去查查本侯李府的这些年，侯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有，夫人当年为何昏迷不醒？是。夫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会对不上，但我腹中胎儿真的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夫君，回府不到1个月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竟2个月，还说不是孽种？夫君，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你都不信我吗？姐姐，你何必嘴硬呢？还敢狡辩？我没有，夫君。世子，您吩咐的堕胎药来了，拿来。夫君，给我喝！住手！放下！你个逆子，竟敢谋害亲生骨肉！堕胎药什么？老娘先让你绝了经！夫人，这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娘，我对玉堂是真心的，我腹中胎儿真的是玉堂的亲生骨血。来，快起来！云舒宝贝，你别怕啊！我看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欺负我的金大腿！就你这个老不死的挑拨离间是吧？啊，说我家云舒宝贝上个月就怀有身孕，老夫冤枉啊！上个月出诊后，世子妃还向老夫要了藏红花呢。我没有，娘，我没有。我知道。藏红花，姐姐，你莫不是想要偷偷的打掉这个孽种吧？算着日子，想必还有剩。只要搜查宅子，就能证明张大夫所言属实。你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搜去啊！是。慢着，
就凭你们，也有资格搜云舒的院子。去唐梨院仔细搜一番。好。没事啊。夫人，院子都搜过了，没有。哼，娘，定是苏云舒藏到了其他地方。依我看，大刑伺候。夫君，你过来。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？别人都避之不及，你倒好，巴不得向全城宣告你是个行走的绿王八。你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，东西到底在哪儿？藏什么了呀？拿来，拿来吧。哟，人赃并获呀！奴婢冤枉啊！冤枉？这玩意儿难道长了脚，自己跑你怀里？说是你家小姐指使的，还是你家夫人指使的？站住！云花，带这个丫头下去好好审问，顺便给张大夫看个座，让他亲眼瞧瞧诬陷主子的下场。好，奴婢冤枉！走，奴婢冤枉！走，老夫冤枉啊！娘，嫣儿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是啊。那娘，我送她。哟，世子爷刚不是挺横的吗？现在怎么成哑巴了？娘，孩儿知错了，是我错怪云舒，让她受委屈了。但是，都怪那个春桃设计陷害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不认自己的骨肉啊？等等，什么叫春桃故意陷害？他做这些，难道不是受他主子指使吗？娘，你对嫣儿有太大成见了。那春桃全都交代了，她自幼倾慕于我，想着嫣儿嫁过来当个通房，没想到云舒嫁过来了，因爱成恨，所以偷了首饰，买通张大夫，设计陷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一个丫鬟为你疯，为你狂，为你下药丧天良，这很合理。虽然不合法，但他的痴心天地可见，情有可原呐。妈呀，让一个自恋的不信男否认他的男性魅力，简直比要他的命还难。玉堂，你当真认为这件事情和苏云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云舒，你和孩子都没有事，何必揪着嫣儿不放呢？你个渣男！你这个自带绿光的大王八，少留在这惹我的云舒宝贝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先走了。快滚！娘，消消气，娘。云舒宝贝啊，像这种拎不清的狗男人，你就该把他扫地出门。娘，只要玉堂能真心相待，吃再多的苦我也不怕。好大一个恋爱脑！这爱情的苦，咱还没吃够吗？姐妹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。只要你想得通，我双手双脚都赞成你和离。婆母不仅态度大变，竟还能如此为我着想。家里都闹翻天了，战男2号死哪去了？人在江湖飘啊，飘啊哪有不挨刀啊？哪有不挨刀啊一刀砍死你呀，3刀砍死你呀，4刀看死你呀！哎，输了。灵珠又输了啊！
这该罚啊！哎，咱发灵珠跟玉安喝个交杯酒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行啊！不行不行，哎，喝就喝，本将军才不会和那些内宅妇人一样，不就喝个酒吗？来，好酒量啊！哎，别留底儿啊！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夫人、少夫人喊您回去。萧哥，这跟弟兄们喝个酒，媳妇儿这就追着过来了，你这雄风不振。让他滚啊！我的事儿轮不到他管。是。来，继续，来。夫君，娘有令，请你归家。没看见我和兄弟们正喝着高兴呢，赶紧滚啊！别扫我们的兴。来，吃。花儿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什么牛马饲料？在侯府这么穷吗？侯爷一向节俭，对饮食倒是比从前更为挑剔。来人，给夫人准备新的。侯爷，你自己吃吧。花儿，做奶茶，吃火锅吧。奶茶、火锅适合我。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失败的奶茶废料就靠老登解决了。顾氏待我难道真与从前不同了？分量都如此实在。侯爷，你快尝尝。不错。夫人果真变了。过去这么久了，这只宝贝去找萧渊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是遇到了纪灵珠？坏了，那可是个棘手的角色，不好对付。侯爷，我喝饱了，你慢慢吃。哦，刘华，跟我出去趟，去救我的财神儿媳妇儿，顺便让姐重回20岁。走了。侯爷，侯爷征战而归，妾身做了糕点，令侯爷品尝。不必了，夫人已经派人准备了午膳。侯爷，当年我夫君随侯爷征战而亡，幸得侯爷收留，我们母女才免于流落街头。正是这份恩情，哪怕夫人再看我们不顺眼，我们也尽心的去忍耐，还请侯爷尝尝。侯爷，查到了，夫人当年昏迷，果然有蹊跷。先出去吧。是。属下查到，夫人当年昏迷，原是遭人陷害。继续查，查到水落石出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对本侯的夫人下手。是。对了，侯爷，试探的如何？并未发现疑点。可最近夫人的行为着实反常，难不成是装的？若真如此，我倒要瞧瞧她能装到何时。当年所有的证据不是都已经销毁了？不能慌，参与过的人都死了，色不对证，侯爷一定查不到的。今日是我们军中弟兄们小聚，嫂子，你出身商贾，又久居内宅，不懂便罢了，又何必拿侯爷夫人当借口？我的确不懂，你一个未嫁之女，为何要跟一个有妇之夫勾搭不清？够了，我们与灵珠那是兄弟情谊，别给我丢人现眼啊！来，我们继续。我叫你滚！
哎，玉安哥，没必要动这么大气，我也不会与这一个内宅妇人计较的。来，咱喝酒，来喝酒，来，来喝酒。软饭男，软饭男。娘，过来。我，你谁呀你？你是哪儿来的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还不快向小侯爷请罪！娘，我朋友都在这儿呢，你这是干嘛？你是侯爷夫人，那你怎么长得这么年轻？就算如此，男人在外面最重要的就是脸面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我连你一块儿打！你们俩刚不是喝了交杯酒吗？你有什么脸面？既然有福同享，那这挨巴掌也算是有难同当了。哼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一点小事儿，非要闹到娘亲面前。你要是有灵珠一点心胸，也不会闹得大家都不痛快。哟，还拉踩上了。既然你这么欣赏他，要不你去入赘吧？听说他的家底是被他爹败光了。侯爷夫人，我不知道你从哪个小人嘴里听到这样挑拨离间的话，但是我本人从来没有肖想过侯府。是不是你在娘亲面前诋毁灵珠了？关我何事啊？明明是你们行事龌龊。芝芝，骂得好，不用给他好脸色。掌柜的，结账。几位爷，不知打算如何结账啊？一共多少钱啊？今天我请客。加上之前所欠，一共是12875两7钱。什么？玉安哥，嫂子她不是商贾出身吗？她有的是钱。你还愣着？结账啊！你还愣着？结账啊！萧元，我见过软饭硬吃，没见过要饭还嫌饭馊的。你不是喜欢张大爷吗？那这个账你自己结了。不是，娘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我可生不出你这种典藏版软饭王。我挂账，月底去我府里拿。你想得美！你不是花媳妇儿的钱，就是花老娘的钱。你俩刚才不是还看不上后宅女人？有本事自己结啊！等等，什么玩意儿？手里有钱。你他妈现在手里没钱了？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，500两银子呢。还有这个100两，还有这个88两，你还给我？芝芝，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我不是出身商贾吗？我就喜欢斤斤计较。要不你让你的好兄弟季将军帮你结账吧。娘，你过来。新夫妻明算账，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就把芝芝买给你的东西还给芝芝，老娘还敬你是条汉子。脱就脱。对了，娘说了，你要是不想着家的话，就去将军府入赘吧，他很会花钱的，但愿你养得起。干得漂亮！走吧走吧。兄子，这账……义兄，我家里还有些事，我先走了。这
师兄。我这个肚子，我得去如厕。这是有意思。渊哥，实在不行，你去我家住几天吧。嫂子这事儿实在做的有些不妥。明珠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一直这蠢货自毁长城，等我进了侯府，荣华富贵都是我的。芝芝，你听我说啊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，给男人花钱倒霉3辈子。可是，夫为妻纲啊，谁说这些礼教纲常就是对的？唉，看来我真得好好开导开导你们。哎，有了！小姐，你现在变得更年轻了，就像没出阁的时候。这可是我的金手指，打脸虐渣回春术，嘿嘿。哎，你现在跟那柳氏就是云泥之别，我敢打赌，侯爷看都不带看柳氏一眼。打住！我变年轻可不是为了媚男，是为了我自个儿开心啊！顺带感受一下长公主的眼。你说我这一发力，这侯府包管制的妥妥帖帖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适合当管理？今天不是定好了世子妃和二夫人在祠堂见吗？啊，对啊，不说我差点忘了。走吧。婆母唤我们过来是何事？小姐，我从2位夫人房里拿出来的女德和女训。戒尺呢？儿媳失错，错哪儿了？儿媳不该顶撞父亲，错在不该让他丢脸。错，全都错。你们最大的错就是错在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有错。从今天起，这些玩意儿都是垃圾。还有这些，除了 PUA 你们当协会傀儡，让你们失去自我之外，其他屁用没有，全部都是封建糟粕。小姐，男人这东西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就扔了，大不了我出资，宅子铺子都备上，咱们组团创业当富婆，它不香吗？从今天起，你们俩有我罩着，懂？母亲所言当真，合力后还能叫您娘吗？快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包的呀，什么娘不娘的？咱们以后姐妹相称，让那俩小兔崽子管你们叫干娘，辈分碾压，想想就刺激。明白了吧？儿媳明白，谢母亲指点。小姐，你身为婆母，带着2个儿媳和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可怎么办呀？活生生的人，难道不比虚无缥缈的名声重要？要是因为名声牺牲他们一辈子的幸福和快乐，这种事我才不干。侯爷已经查到当年毒害夫人的真凶。哦，有话啊，明天让柳氏那俩绿茶妇家宴，敢给我下毒，那就架锅烹茶。哎，侯爷呢？
今天这场好戏可不能没他呀！侯爷去碧烟池沐浴去了，夫人可要去看看。哎，那老腊肉洗澡有什么好看？这种年轻肉体，姐以前看的很多了。就这样的，这身肌都那样的。那个，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肌肉，那叫一个漂亮。娘家来人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嗯。哦。夫人还看过谁的？没有，我口嗨了。夫人越发的不一样啊。是吗？其实侯爷最近也是越来越英俊潇洒了，比那些空有皮囊的小鲜肉有魅力多了。夫人近来眼光甚好。还真敢顺杆爬呀！自己什么岁数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老男人果然没那么好糊弄。夫人嘀咕什么？莫非是夸为夫宝刀未老？夫人不是想看戏吗？我们既是主角又是看客，可不要让观众等着急了。这个老妖婆怎么比前几日更年轻了？就是看着简直像20多岁。而且近日她处处维护那苏云舒，还针对我。娘，你今天好好给侯爷吹吹耳旁风，早日将他赶出侯府。侯爷，夫人，今天不是家宴吗？当然是家宴，烹茶宴。夫人，您这又是作什么妖啊？你若是有什么气，大可以往我身上撒。您这么一闹，侯爷他也不安生。来人，关门。是夫人。娘，为什么要关门啊？当然是为了打狗啊！前些日子，我发现房中丢失了许多名贵之物，定是府上出了内贼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来贼人呢？伯母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搞没搞错，一搜便知。来人，给我搜！侯爷，这夫人大张旗鼓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影响侯爷的名声。所以妾身觉得夫人搜府实在不妥，想必侯爷也不会认同。你说的对，搜整个侯府确实大张旗。路遥，在，先从柳氏居住的偏院搜集。什么？是侯爷。哎，等等，务必帮我搜到一个带有凤纹的玉佩。你还不快去！是。夫人可有什么话要对为夫说吗？没有啊。一会儿带你看个乐子。娘，这是不是遭贼？还有待商榷啊。这一言不合就搜嫣儿的房间，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？侯爷，你看他！哎呀，侯爷，你看他！你瞧瞧这个逆子在说什么？我只是担心府中有什么内贼，我万一出了什么谋财害命的事情，他却指着鼻子骂我。你说他心里早就没有我这个娘了。还不跟你娘道歉？娘，孩儿知错了，只是嫣儿她身体……嫣儿，你叫我倒是亲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你夫人。待此事了了，你去自当反省。是。所以说，当初若不是我把你捡回来收养，你现在早不知道死哪里去了。如今你却唆使你的婆母来搜我的院子，你简直就是玩死你的白眼狼！少废话，你说干他！当初我就是顾念您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才求婆母将你们接到侯府暂住。没想到你们不但白吃白喝、吆三喝四，甚至还偷到婆母的珍宝玉器。你还有什么脸面让我替你求情？陆云舒，你个白眼狼！报，侯爷，搜到了。搜到了。侯爷，现在已经人赃俱获。看来
你们母女俩是要把侯府搬空啊？燕儿，这些怎么都在你这里啊？鱼塘哥哥，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，也许是下人们，他们手脚不干净，栽赃陷害我们母女。侯爷，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偷东西竟然这么理直气壮，刚才不是死不承认吗？陆瑶，一会儿把他们赶出府去。是。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当初我父亲战死，是侯爷他答应让我们入府的。就凭你包藏祸心，过往我念及情分留你借住，没想到你胆敢害我夫人。侯爷，你怎么这么说？陆瑶，是。侯爷，这是当时柳夫人身边下人的口供，夫人竟然是被柳夫人所害。这是柳夫人曾经死里逃生的下人的口供，夫人是被他下毒所导致昏迷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会查到？爹，你是说当年母亲昏迷之事是那个柳氏所为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竟然不声不响就把一切查清了。燕儿，我看你们母女二人寄人篱下，所以才百般照顾。你们怎么可以害我娘啊？鱼塘哥哥，我娘真的没有谋害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不必多言，我非要把你送进官府，按律处置。没想到，这样一个战场上身经百战的男人，杀伐果断，却心思细腻。燕儿，你一定要去找汝阳王妃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找王妃的。你请死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他，全部给我送出侯府。是。走吧。侯爷，呀，侯爷，爹娘，孩儿有事，告退。夫人，这些年府中上下都由你操持，是我照顾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谁敢让我受委屈？那反了天了。夫人近来甚是可爱。这么直球的吗？小姐，有好消息。夫人找的玉佩可是这一块。对，就是他。云舒就是凭他被景香认出长公主身份的。哎呀，帅哥，没想到你手脚还挺快，可以啊。小事儿，不足挂齿。夫人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就是。哎呦喂，你看这情绪价值给的，可比侯爷强多了。陆瑶，你先出去。是。以免夜长梦多，我得尽快安排云舒宝贝和景香见面。侯爷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夫人方才说陆瑶是什么？帅哥啊？就是很好看的意思。你也是帅哥，老帅哥。陆瑶年轻气盛，但行事难免鲁莽。本侯虽年长几岁，但思虑周全。对啊，老有什么不好啊？老了有稳重的样子，老男人也有老男人的魅力嘛。我是说，男人还是老的辣。我是说，男人还是老的辣。不对。侯爷，其实我是想说，其实你一点都不老，真的。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本侯先回书房休息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不趁这机会把侯爷留下来，然后同房，修复一下夫妻感情啊？同房啊？
这不合适吧？你俩还准备一辈子都分着呀？啊，不管了，事已至此，你先睡觉吧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汝阳王妃，求您救救我母亲！宁远侯府的夫人顾青瓷陷害我们孤儿寡母，求您救救我母亲！姨母，此事你就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二人主持公道。顾青瓷，你不过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若是敢得罪皇亲贵胄，那便是杀头之罪，只会大快人心。莲花，今天吃。侯爷在这儿练了1个时辰，根本没休息。我的妾娘哎，大清早的就开会，这谁受得了？这线条，这肌肉，原主吃这么好？夫人，我平日就在这里操练，吵到你了吗？没有。我让嬷嬷准备了午膳，中午夫人陪我一起用膳。好啊。怎么这么热呀？有腹肌小子，就算是屎，我也得尝尝咸淡。侯爷，我给您擦擦汗吧。哦。夫人，这汗呢，得这么擦。要命！这老登撩起人来，简直要人命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侯爷，放开我！那个光天化日之下，莲花还在。小姐，二少爷那边有事儿。那二少奶奶把二少爷不撵出去了吗？那现在还住在继府，夫人要不要请二少爷归家？是得去一趟。你把那逆子的东西，还有他花俸禄买的那些破烂玩意儿，全都给我收出来。哦，对了，公账买的贵重物品，通通要留下。啥意思啊？再叫声芝芝，老娘就不信治不了他。备车！哎，夫人，你还用膳？白准备。怎么才5个菜啊？小爷我最喜欢吃的醉螃蟹和蟹粉狮子头一个都没有，打发谁呢？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去。是。哎，领主啊，咱们府上本来就捉襟见肘，哪里供得起他这样的败家子啊？我是让你嫁到侯府，不是让你请一尊大佛回来啊！父亲放心，他是没钱，但是叶芝芝有钱啊。待我令萧玉安倾心于我，再让他休了叶芝芝，到时候我不仅是侯府的儿媳，就连叶芝芝那大笔的嫁妆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哎呀，可他这样，娇姐，侯夫人闯进来了，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我拦了，可拦不住啊！你看，左脸被打，右脸被刀。哎，走。哼，我就知道娘还是疼我的。我2天没回家，叶芝芝着急坏了吧？哼，这次他若是不道歉认错，本少爷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的。夫人，他们来了。侯夫人上门也该递个拜帖，竟然搬椅子坐在门前，成何体统？
与你无关。我的逆子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。我就知道娘还是最疼我了。这2天我不在家，着急坏了吧？只要你给我道个歉，我就原谅你，跟你回去。本少爷知道，你呀离不开我。别碰我！你嫂子，你都闹这么些天了，你该消气了吧？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。只要你能跟我师兄重归于好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纪晓将军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义气干云啊！我听说前几日萧少和一众同僚在酒楼喝酒，那叶氏还去闹呢，那场面可难看了。还有这种事？怪不得纪晓将军要向他赔罪。这种泼妇，谁不怕呀？就是啊。站住！娘，你怎能如此无礼？竟敢顶撞娘！我儿子既是继父的赘婿，那我这逆子的18方彩礼，你们什么时候送到侯府啊？你身为侯府的夫人，怎能说出如此伤风败俗的话？一个未嫁女子，话说的倒是不难听，可转头就把男人带到家里同吃同住，难看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那是我兄弟。哼，兄弟！哎，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啊！以后出门在外呢，真得小心点，千万别跟这个纪晓将军啊处成兄弟，否则可能还得陪吃陪睡，那这家会被整的是鸡犬不宁，那夫妻都得分呢。奸夫放肆！我去！你来人！来人呐！慢着，御赐侯府令台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。芝芝，是娘，这是公爹今天早上特意给我的，他怕您在外面被人欺负。哇塞，简直是太帅了！这难道就是男人背后默默的温暖？对不住，侯夫人，是在下莽撞了，请见谅。哼，你刚才不是挺拽的吗？欺软怕硬，下头男。侯夫人，这也不至于掉头吧？娘，是叶芝芝将我赶出家门的。今日就算能给我道歉，我也不回去。你想得美！谁来接你回去？芝芝，我叶芝芝聪慧一世，没想到嫁给你这种下头人犯难。今日我便要休了你！你说什么呢？叶芝芝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，怎么舍得离开我？得了吧，你们都带着赔礼过来，还在这儿嘴硬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说我把事儿给忘了。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我们今天可是来断亲的。断亲！芝芝，盛才艺。这是你这些年欠下的账单，既然断亲了，那就一起还了。芝芝，你既已嫁给我了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何必这碎银几两？碎银？你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几千两黄金！几千两 ！My God！ 你可还真是天下第一软饭男，你活该呀你！娘刚才说的聘礼，我们列了清单出来，想必纪将军也不好意思少给吧。至于你，记得还钱。哎，夫人，您要与玉安断亲，这事儿回去之后，怕是没法和侯爷交代吧？侯爷说了，侯夫人做事自有她的道理。侯爷会永远支持他。救命！这老男人怎么突然上大分？走。哎，娘，芝芝，他可是侯府的嫡次子，侯府怎么可能抛弃他？这里一定有很多金银细软。他可是侯府的嫡次子，侯府怎么可能抛弃他呢？这里一定有很多金银细软。爹，咱们不能让他缠上咱们。领主，我还没进去呢，开门啊！哎，
你的臭鞋！哎，你们不能落井下石啊！快把门关严实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我亲爱的二弟吗？这回知道娘不好惹了吧？大哥，别叫我哥，没有钱给你。想当初未能为人表率，如何有脸当你大哥？不，哥，你就是我大哥，你反正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让我露宿街头啊！要不，你替我向娘求求情呗？放开！你当我没有求过娘吗？哎，大哥，再帮帮我，大哥！你把手给我放开！我得回府里跟你嫂子用膳了啊！萧玉堂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嫂子现在房门都不让你进。夫人，不好了！苏玉燕带着汝阳王妃到府里，把林嬷嬷抓走了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她污蔑柳夫人箱子里的宝物是我们府里人放的，硬逼着林嬷嬷在宫妆上画押，嬷嬷不肯，他们就动了手。这汝阳王妃怎么会替柳氏出头？原书里柳氏设计救过落水的汝阳王妃，二人还成了姐妹，可这玩救命之恩的戏码。走，干他！哎，娘，她可是王妃啊！我管她什么王妃啊！今天我就让她知道一下，这侯府谁是老大。走！他顾青瓷敢欺负你们娘儿俩，就是在打本王妃的脸。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本王妃的厉害。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你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画押为止。住手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小姐，不要为了我得罪别人。快把年华带下去休息。好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！快叫郎中！你要干什么？让你称快！你居然敢打！你这个疯妇，你竟然敢打王妃！你这个疯妇，你竟然敢打王妃！何止是打他，我连你一起抽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今日我就要将你绑起来，好好教训一顿！来人！来人！不行，不行！你一个侯府夫人，竟然敢打本王妃，你就不怕我告上御状，告你一个谋害皇亲吗？走！站住！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可以走了？那你又想怎样？站住！让我放你一马也可以。既然你是为柳氏而来，那这样吧，小绿茶，你不是心地很善良，你应该不忍心看到王妃因为你母亲的事而受屈辱。只要你把这罪证认下来，我就放过她。什么？我这顾氏竟然挑拨离间，我若不答应，定会招致王妃和郡主怨恨。哦，你犹豫了。我知道你是想让王妃给你冲锋陷阵，当那没脑子的冤大头呀。哎呀，我都心疼你这个蠢货，被他当枪使了。可是我又没有做过这事，怎么认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那看来这苦只能王妃你自己受了。你个废物！我们今天还在干什么？还不签字画押？你想害死本王妃啊？
今日之事，等王爷回朝，有你好看的。哎呀，我好怕怕呀！那你记得让王爷回京的时候多带些银子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敢！汝阳王妃，小绿茶，我家牛花受了多少不容易，你就得受多少。把他押过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打！打完之后，带着供状连人一起送去衙门下狱。是夫人。听闻汝阳王妃和苏云烟前来闹事，夫人可有受伤？夫人倒是没有受伤，只不过……我去看看她。汝阳王妃向来跋扈，恐怕夫人今日还是吃亏了。哎呀，府里没了柳氏母女身上的绿茶味儿，这空气都变得芬芳了。记得青春回来了，这以后的荣华富贵还得有保障。想恢复云舒的长公主身份，得见一个人才行。夫人可有受伤？来人，给我搓搓背。啊！今天打那腻子太用力，整得我是腰酸背痛。快来人！我够不着。还有没有人呢？过来，帮我搓搓。对嘛，来下面。用点力。哎，还有这儿，小鱼，你这手怎么？哎，萧雨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还偷看别人洗澡啊？你怎么还偷看别人洗澡啊？出去！我们不是夫……那你先换好衣服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这个老登该不会是因为我打了汝阳王妃和小绿茶过来问罪的吧？不分是非的男人可不能要。侯爷深夜来此，到底有何事？我听闻汝阳王妃，好，要是侯爷因为此事来兴师问罪，那我们可以和离。芝芝和云舒归我，两个渣大儿归你。总之，我绝不会连累侯府。夫人，你误会了，你凭一己之力护住了侯府，我又怎会责罚？啊？不怪我呀，都怪我不在府中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要是我在，定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你。还挺护短的嘛。难不成就算我把汝阳王妃揍成猪头，她也只会关心我手疼不疼？不过夫人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都能为你兜着。但我不愿意听到和离二字。哎呀，那是开玩笑的。不过有件事，侯爷，过几日你能不能将景象请出来，请他喝茶？你要见南宫景？本侯也不逊色于那南宫景，夫人为何要去见他？怎么这副表情？我跟南宫景在朝中就没什么交往，是死对头。这样啊，那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帅哥，没想到你手脚还挺快，可以啊。之前他就对陆瑶赞赏有加，这么多年，我与夫人本就离心离德，他不仅要两个儿媳和离，现在又想与本侯和离，莫非侯爷针对南宫景倾心了？侯爷，你怎么了？夫人为何要见景象？我总不能说我看过原书，知道南宫景奉皇命在暗中查找长公主的下落，我请他来是想帮云舒恢复身份吧？侯爷，我想见南宫景，是因为关乎我能不能抱上鸡大腿，这有关我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啊！你就别再问了。若无，
能让你见他一面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等你见过他之后，就允许我搬回来住。我在说正事，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？哼，男人。好，到时候等侯爷回府呢，我一定亲自铺床，恭迎侯爷。切，搬回来就搬回来，大不了我再搬出去。来。你终于醒了，小姐。慢点。没成想，奴婢这条贱命，还有这福气，让小姐为我吃药。一切是因我而起，你不必有什么负担。再说，你平常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我，我做这些就当尽孝心了。此生有小姐，便是死了，也是死而无憾。夫人，世子爷来了。蠢货，还敢来碍我的眼！我倒是要听听他那张猪嘴里还能说出什么鬼话。母亲大人，孩儿负荆请罪。母亲大人，孩儿负荆请罪。孩儿反复查问过，所有的恶事皆是柳氏一人所为。燕儿心性善良，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，并没有参与半分。就连之前谋害母亲之事，也是柳氏暗自所为，燕儿并不知情啊。母亲，那是无辜的，如今身陷囹圄，皆是受母亲牵连。孩儿愿意替他受罚，只求母亲明鉴，饶他一命，莫让他枉死狱中。夫人，昨夜司府着火，烧毁了一些文书，里头正好有嫣儿小姐画押的罪状。由于证据不足，汝阳王妃又为其二人作保，他们二人现在已经出了大牢。这火还真是会挑时间和地方。世子爷昨夜好像去了司府，探望过小绿茶。什么？这里跑！娘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过分？你到府衙纵火逞英雄的时候，你这脑子是寄存了吗？你想过你的爹妈、老婆还有孩子吗？这事一冒出去，你爹在朝堂上分分钟被对手干死，你跟我这演什么为爱发电的冤种男主呢？啊！萧玉堂，你配不上云舒，是个男人，趁早放手吧。母亲。云舒，侯爷跟我说，今日南宫瑾午时会去茶楼会客，待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偶遇他。原书里苏云烟带着偷来的玉佩，阴差阳错被南宫瑾误认成了长公主。今日我带着云舒，先在景象面前过道明路，就不信苏云烟还能瞒住。哼！云舒，你快收好玉佩，待会儿见机行事。好。夫人。陆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夫人来见人，侯爷派我来保护你。保护？看来老登和景象还真是死对头。普信南，娘，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身无分文，我带他来这儿找个住处。来这儿找住处啊！姐姐为了挽回玉堂哥哥，这是煞费心思。你们两个是什么连体婴儿吗？还不赶紧给我滚！想挨打？
站住！景象，看，原著设定云舒和景象都是哮喘人设，只有我家云舒靠自己搞出了金手指香囊配方，结果小绿茶白嫖了蜜蜂，转头就用它救了南宫景，还顺手把公主剧本给截糊了。完了，要出事儿！走，快！你没事吧？哎，我去！走你！云舒，快把香囊给相爷。相爷，多谢世子妃，我已无大碍，只是闻着这香囊沁人心脾，对喘疾似有奇效。不瞒景象，小女幼时便患有喘症，怕日常复发，便与师祖一起钻研了这香料。若相爷您不嫌弃，这香囊您先将就用着。待会儿我吩咐人拟个方子送到您府上，您日后吩咐婢女按方子抓药即可。过来！你这怎么行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这香囊是女子私物，那男的你认识吗？凭什么给他呀？是啊，姐姐，就算你想讨好相爷，可是也不能这么明晃晃的示好呀。玉堂哥哥还在这站着呢，你让哥哥面子往哪儿放？就是。哟，这下知道避嫌了。当初你陪你好妹妹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有分什么男女有别啊？你双标玩的挺溜的，自己是品茶爱好者，看谁都自带茶香是吧？母亲，相爷，你拿着，不用管他，他脑子瓦特了，坏了。那便多谢夫人和世子妃了。客气。云舒，我们走吧。夫人请留步。相爷还有什么事吗？这半块凤纹玉佩可是你二人落下的。他果然认识这玉佩，这是我的。走开！是你的吗？你就拿。当着我的面就想贪我玉佩，谁给你的勇气？相爷，我和我母亲现在身无分文，就只剩下这枚玉佩了。这玉佩明明是方才我掉落的，他仗着自己是侯夫人，就强行抢夺财物，伤人行凶。夫人，我见你并不是无理之人，只是不知你为何这样对待苏小姐，是有何缘故？相爷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丫头和她母亲之前在侯府就手脚不干净，暗偷不成，现在想明抢云舒的玉佩，我没给她来一个物理超度，算便宜她了。我没有，玉堂哥哥，我知道我母亲之前拿了很多侯夫人的财物，但是这玉佩刚刚是我掉落的，真的是我的，别人不信我，你也不信我吗？无耻！你说这玉佩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怎么证明啊？我能证明。我说这小绿茶怎么赖着不走，原来是搬了靠山啊！王妃，你见过这块玉佩？是啊，我见过嫣儿幼时带着这玉佩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抢别人的？我知道萧燕婷在朝中如日中天，但仗势欺人也不是这么个欺负法吧？你说呢，相爷？这是他之前抢云舒的。倒不是我不信诸位的话，只是这块玉佩该系重的。慢着，我有办法证明这玉佩是谁的。这块玉佩看似普通，但前几日掉进茶盏里，沸水一溅，竟在玉石中显现出了紫色的瑞兽图纹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若是这玉佩的主人，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瑞兽图纹吧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就说明这玉佩不是你的。这玉佩是我的，我自然是知道。那不妨让二人各自写下瑞兽图文的名字，再将玉佩用沸水浇制，不就能寻出玉佩真正的主人了吗？对。既然二位已写下字条，书童将玉佩沸水浇制。瑞兽一共就那几种，
适合女子佩戴的更是少数。苏云书就写了2个字，2个字都是10几笔，相差不会太大。唉，古代人也太好骗了，随口一编怎么就都信了？我都惋惜自己的口才，去做销售不得年入1000万？没有任何反应。是不是水不够烫？再去打一壶来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刚才是骗大家的，直接打开字条吧。嫣儿，这玉佩不该是你的吗？我怕拿不回这玉佩，那我是太着急了，所以才会上他当的。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哎呀，云舒，你呀，还不是你惹的风流债，给我滚！我这夫人，玉佩之事，在下还需查探。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景象了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南宫家，可能就是宣布云舒成为长公主的时候了吧？告辞。书童，我们走。本来是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他怎么还不走？我不就随口说了句景象的胸肌看着挺结实吗？可如今侯爷，你在干嘛？夜读，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。那个侯爷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陪你挑灯夜读了。你慢慢看，看完之后出门把门带上就行。我们各自好好休息啊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夫人想摸我的就好，我比景象的更结实，手感更好。景象的颜值虽然很顶，但现在夫人还觉得景象的颜值很顶？这老男人来真的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挣扎？这不是正中下怀吗？侯爷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你竟然这么主动送上门，那岂有不验收清楚的道理？梦中的我是蝴蝶，弹着花不愿分别，耳鬓厮磨着贴贴，管他是缘还是劫。好你个故事，简直是可恶至极！若是想要教训那毒妇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王妃，这个事情咱们就是这样子。你这办法妙极了。昨日夫人验收的成果如何？就一般吧，马马虎虎。看来是为夫不够努力，让夫人产生了误解。今天只让萧玉堂在祠堂跪着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这老男人体力还挺顶，跟开荤一样的老妖。二饼，呀，服了。年花就不用给钱了，你俩给钱给钱。我服了。云舒，你为了给母亲送牌，是装都不装了？哎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刚刚你也没少喂啊。好了，来，有事儿？汝阳王府刚刚送来一张请帖。什么请帖？我看，忙着呢。对方特意交代，来若今天不去赴宴，则会后悔终生。拿了。汝阳王妃邀请我跟云舒去打擂，
切磋琴技，说彩头是周天一骨露。什么？周天一骨露？周天一骨露？哎，云舒，你怎么了？这本医书是我师祖穷其一生亲手撰写的医书，自从遗失后，我师父苦苦追寻了一生，到死都没找到。真是做贼的不知道夹着尾巴。云舒，你这样，咱去王府松松筋骨，好好教他做人。你放心，这本医书我一定帮你拿回来。吃席是吧？去，叫上所有人，砸场子去。夫人，所有人是？就是所有人。是。回来，别老在我面前耍帅。叱咤風雲我任意闖，萬眾仰望。叱咤風雲我絕不需往後看，大天風。嚇死我了！什麼玩意兒？娘，我冤啊！你怎麼回來了？娘，我都餓了好幾天了，求你讓我回去吧。也罢。正好老娘今天準備去砸場子，那我就給你個機會，去換身衣服，速速跟上。不過我醜話說在前頭，你倆要是不中用的話，中用，保證中用，同意。出發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我好了。慌什么？宁远侯府的人来了，这招还真管用。他们果真来了，这毒妇还敢来，一会儿有他们好看。哎，不是，宁远侯府上上下下来了200号人，咱们都被包围了。你说什么？顾青瓷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不是王妃你邀请我来的吗？是本王妃请你的没错。但是没让你来这么多人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你想要干什么？王妃，你说笑了，这么多人来，当然是赴宴的呀。这王府的菜色可是山珍海味，他们平日里哪吃得到呀？都入座吧，其他人去偏厅用餐。坐，坐。说吧，这打擂怎么打呀？这几件宝物便是今日的彩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擅长丝竹音律的各中翘楚。打擂的规则很简单，2两相较，最后胜出者即可拔得头筹。母亲，没错。那就是我师祖亲手书写的遗书。你别担心，只要医书是真的即可，我一定会把它赢回来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王妃放心，我在侯府住了10年，深知这侯夫人从里到外都是草包，琴棋书画样样不通。别说赢了。我看他呀，怕是会遭人耻笑吧。少废话，开始了。嫣儿，啊，我先来。哇！好啊！母亲，好，真好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妖筝还能弹成这样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
姐可是姚征10级选手，一首破阵曲就把你们吓呆了。哼，这都是中华5000年的文化沉淀。侯夫人这曲子可真是惊叹世俗啊！今天这一局，怕是没人能跟她相比了。这不可能，她根本就不会弹琴。还有谁？一群没用的东西。王妃，在座的各位贵女，可都甘拜下风了。你的这些彩头是不是该给我了？你想要哪一样？哪一样？我当然是要 all in 啊！毕竟，在场已经没有人敢跟我打擂。既然这5件宝物都是彩头，那自然都是夫人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快，义子们，装起来。好，收货上。哎什么哎呀？既然如此，我只能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玉堂哥哥，这杯酒是谢你这些年在侯府对我们母女2人的照顾。大可不必。早知道柳氏要加害我母亲，我绝对不会忍让的。玉堂哥哥，我深知这件事情是母亲的错，这杯酒就当我代母亲向你赔罪了，好不好？你给我点。好茶。为什么喝了嫣儿的酒，我浑身发热呀？头晕目眩的。玉堂，玉堂哥哥，玉手，我好热。雨嫣，你走。玉堂，你仔细看清楚，我是你的云舒啊，不是云烟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柳芽，宴会结束了。夫人料的果然没错。萧雨堂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这么蠢的手段都能上当？我喝多了，正更衣的时候，云烟误闯进来，我把她当成云舒了。男人喝醉了之后不是都不行的吗？你好好仔细想想，到底有没有碰他？这都不气他。总之，嫣儿的清白是被世子毁了，侯府今天必须给嫣儿一个交代。云舒，你怎么想的？云舒啊，你一向是最懂事的，虽然母亲平日里对你严厉了些，但最看重你了。看重？当初云舒嫁给萧玉堂的时候，可是半点像样的嫁妆都没有。您要是真看重云舒，就把那10香8香的嫁妆都补齐了。你要多少？500两，5000两，5000两！你这分明是敲诈！我敲的就是你！你骗得了萧玉堂这个蠢货，你可骗不了我。这些年，你娘家柳氏靠着你跟侯府的关系，可捞了不少好处。光别院和庄子就能凑个3000两，若是凑不成5000两，你不如就回去求求你娘家。你怎么知道？总之，你要是拿不出5000两赔偿云舒，我绝不会让苏云烟踏入侯府半步。你要是拿不出5000两赔偿云舒，我绝不会让苏云烟踏入侯府半步。
好，我给。休书。哎，侯爷，你回来了。今日军中事务不多，我便早些回来。听说那逆子又闯了祸，他不在这儿跪着，人在哪儿？侯爷，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先夫人这招果然高明。不过，夫人真的要让那逆子去苏云烟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自掘坟墓。夫人，这休书……嗨，这是我替云舒写的。那逆子不干人事，我要替云舒休了他。看来这苏家真是为了苏云烟下血本了。云舒，这些都归你了。谢谢母亲。既然钱到账了，走，咱看热闹去。洛阳，哎，干活。是。世子请留步。抱歉，世子，毕竟我收了夫人的俸，我觉得只有一种办法能把你留下。你要干什么？将你打晕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站住！真是笑死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新娘子自己坐轿子过来的呢。还不是想倒贴我们侯府？我呸！还真不嫌害臊。今日我一定要从这正门走进去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家小姐都说了，侯府进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必须好好洒扫洒扫。小姐，他们，我知道侯夫人不喜我，若不是姐姐抢了我的姻缘，我又怎会落得如此境地？所以今日就算是受尽屈辱，我也要等到我的玉堂哥哥出来。这婚事还有内幕啊！原来世子妃是强人所爱。好一张颠倒黑白的利嘴！这个苏云烟还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，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定要为云舒出口恶气！站住！我们家夫人说了，这是正门，你不能进。咱们侯府不缺世子妃，但是呢，我们缺一个给世子妃洗脚的贱妾。可是玉堂哥哥明明答应过我，要以正妻之礼迎我进门。那既然是正妻，自然要走正门。那是他答应你的，又不是我答应你的。反正在我这儿，你只能从侯府侧门进，或者，你从侧门那个狗洞爬进去，也不是不行。我数到10，你要么从侧门进，要么坐上你的轿子给我滚过去。别说我没给这个机会。10、9。侧门就侧门，等我进门见了世子，咱们来日方长。4，刘花，大家都说妾偷买卖，你说这小妾能在外面值多少钱？卖得上到底多少银子？哎呀，这就有说法，妾分良妾和贱妾。良妾呢，你得才貌双全，那能卖得1800两；哪怕是贱妾，只要她是4肢全的，牙口好，还能卖个40-50两呢。哇塞，那还真挺值钱的。哎，花儿，你让这个家丁在门后给我守好，只要这肥猪上门，嘿，只要这世子爷的小妾一进门就把他逮住，套上麻袋，赶紧给他卖出去。小姐放心，奴婢都准备好了，就等这银子自己开门进。你怎么还杵着不动啊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今天这侯府的门呢，我就为你敞开着，进与不进，全凭你自己拿主意。玉儿，
把这侯府的正门给我守好了，千万别让脏东西进来。好嘞。他怎么还不进去？夫人说了，正门进是妻，侧门进是妾，他肯定不想做妾呗。照我说啊，他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喜欢我们世子爷嘛。就是。哎呀，左小姐，太后，您看。没错，就这块玉佩，这是当年昭华失踪前，哀家亲手为他戴上的。景香，你快告诉哀家，昭华究竟在何处？咱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母亲，这好端端的，太后和陛下怎么突然开宫宴，还派内侍来传旨，让咱们都去？是啊，想必是南宫瑾查清了云舒的身世，太后见了信物，急着认回女儿。啊，东西你俩都带了吧？带了。那就好。今天可是你俩大喜的日子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才好呀。哎呀！云堂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怎么能想要自尽呢？玉堂哥哥，你就让我去死吧！我穿着喜服被拦在侯府门外，已经成了全城的笑柄，我已经活不下去了。云烟，昨天的事情不怪你，你放心，今晚的宫宴，我请求陛下赐婚于我，我让你嫁给我，做我的妻子。云堂哥哥，云堂哥哥，真好看。云舒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你有什么屁要放，让我也听听。没屁放就给我滚过去！陛下到！今日家宴，不必拘礼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萧爱卿乃肱骨之臣，想要什么赏赐，说便是。臣想向陛下讨一张圣旨，娶苏氏次女苏云烟为妻。这逆子果然没必好批。云舒，你也去。陛下，臣妇也想向陛下求一道圣旨，望陛下应允。哦，你又想求什么圣旨？臣妇要请旨休夫。臣妇要请旨休夫。一个女人还想休夫，简直是荒谬！云舒，别闹了，这是在宫里面，又不是在侯府。今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不能在陛下面前闹啊！而且，陛下也不会同意你的无理要求啊！真给姐整笑了。你舔着个大逼脸向陛下求娶平妻，就是理所应当。我家云舒请旨休夫，就是无理取闹。难道这世道就只许你男盗女娼逍遥快活？我家云舒就只能把苦打碎了往肚子里咽？奇怪，这顾氏明明是萧世子的母亲，怎么反倒帮儿媳妇啊？我不同意，她是我的妻，我不要她，谁能要她？呸！云舒比你优秀100倍1000倍，追她的人都从这儿排到法国了。萧玉堂，这是给你的，拿好，别说是我故意羞辱你。我不同意，我不认。世子妃，适可而止。
自古夫为妻纲，女子以3从4德为立身之本。陛下绝不能休夫。就是，谁说云舒不能休夫？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参见太后。免礼吧。谢太后。方才谁说云舒的不是？是他，就是他！掌嘴！母后，您这是妄议我朝长公主，难道不该掌嘴？莫说休夫，云舒便是将他打死，也是他罪有应得。母后，您的意思，世子妃是我的亲妹妹？太后娘娘，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长公主已经失踪多年了。太后娘娘，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长公主已经失踪多年了。你质疑哀家？妾身不敢，只是姿势体大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是否验明正身？王妃莫要以为人人都与你一样，头脑简单，容易被人蒙骗。长公主的身份，太后与臣都已确认。可是，继续掌嘴！长公主要休夫，你们可还有异议？太后，我有异议。就算她是长公主，那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呀。你还敢有异议？今天之事，全世界都可以反对，就唯独你不行。宁远侯夫人，此事若你不给哀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哀家就只能治你的罪了。啊！哀家就只能治你的罪了。啊？那就把这逆子的世子身份给废了吧。母亲，母什么亲？要不是因为你的世子之位，苏云烟怎么可能会缠上门？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？你就等着看吧。你这世子之位没了，苏云烟会给你好脸色才怪。还有，成年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赵华，宫宴结束，来哀家请功。云舒，你跟你母亲这么多年没见，久别重逢，今晚你就留在宫中，跟她好好叙叙旧。是太后。陛下，臣妇还有一事，听闻江南水患，臣妇愿出钱赈灾，求陛下一个恩典，求陛下允臣妇休了萧玉案。不是，今天不是来休我哥的吗？怎么休着休着休到我身上来着了？侯夫人，你们侯府的女眷还真是特立独行啊。也是，朕就奇怪了，这萧玉安再不是个东西，你可以请求和离呀，为什么非要休夫呢？臣妇只求休夫，这一切皆因萧玉安而起，望陛下明鉴啊！我只不过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？哟，好经典的一句，是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当初你犯错的时候，劝你不听，现在芝芝不回收垃圾了，你倒急了。他受的所有委屈，岂是你一句我错了就能一键删除的？你少在这 CPU 的。不可，长公主休夫也就罢了，若是人人都如此，女子开了休夫的先例，岂不天下大乱了？侯夫人，你这做婆母的，怎能教唆儿媳休夫呢？简直是荒谬！姐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陛下，臣以为此事不可一味否决。既然是叶氏夫妇二人的家事，当酌情考虑。这，快用钱砸他！若陛下应允臣妇，臣妇愿出10万两白银，以赈水灾，救济灾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臣妇愿出10万两白银，望陛下恩准。
女子休夫，成何体统？不过朕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。再给你7日，如果你能凑齐20万两黄金，朕就下旨与你休夫。可我皇帝这是真不做人呢，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趁火打劫，这笔账老娘记下了。老皮灯，陛下，这20万两黄金不是说筹就能筹到的。要不这样，您若以御笔刺下商号，再将赈灾的物资呢分成3成，然后让官府跟我们联合经商，这样再遇到什么天灾人祸，我愿意出一分力，以谢天恩。允了，允了，允了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！朕就赐你“庆之”2字，如何？臣妇谢陛下隆恩。嫣儿，你说那萧玉堂真的能求来赐婚圣旨吗？娘，你放心，宁远侯府军功赫赫，玉堂哥哥又是侯府世子，想必啊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你放心，等我进了宁远侯府，一定要好好整治苏云舒那个黑心贱妇，当上世子妃。还是我的嫣儿有本事。萧世子来了啊！玉堂哥哥，怎么样？皇上可应允了咱俩的婚事啊？圣旨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玉堂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皇上没有答应咱俩的婚事。没想到云舒是个流落人间的长公主，她向皇帝请旨休夫，皇帝非但没有允了我的婚事，还褫夺了我世子的位置。我现在是平民之身，嫣儿，我只剩你了。你的意思是，皇上亲口褫夺了你的世子封号？没有世子之位，谁会喜欢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？既然如此，后会无期。嫣儿，原来母亲和云舒说的都是对的，我才是那个最傻的白痴。我就说娘不好惹啊。二弟，哎，别叫我弟，我不配。二弟，你撒开！我还要回家陪夫人用膳。太后，昭华，这些年终于找到你了。来，坐，昭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娘。哎呀，今日真是大快人心。侯夫人，侯夫人，请留步。在下淮阳王沈怀瑜。方才在朝堂之上，夫人的勇气，着实让在下佩服。同时，叶姑娘慷慨大义，也让在下欣赏。不过在下有一计，可日进千金，借二位燃眉之急。哦，这万宝阁每逢15的时候，便会举办珍品竞拍。若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可以帮你引荐。这主意倒是不错啊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夫人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有一个忙，我倒是真要请你帮一下。哦，夫人，请说。到时候请将军府多出点戏。这是自然，夫人，您放心。母亲，您那天对世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跟那个纪灵珠走得近啊？
那小子不错，我只是让他帮我一个小忙。你说哪有人把别人家搞得是鸡飞狗跳，自己抽身的道理？你就且等着看好戏吧。今天我就要纪灵珠那汉子茶，笑着来，哭着回。芝芝，我都打听过了，这万宝斋的净宝会，就算是压轴的珍品，最高也只能卖出了8000的。你哪来的宝贝能凑够10万两？又何必白白折腾这一通？你不是要娶你的好兄弟纪灵珠吗？怎么，他也没给你置办一身好衣服穿？二少夫人这话怕是有些不妥吧？师兄他是有家室的人，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又怎好给他置办衣裳呢？哟，原来你也知道，萧玉安他有家室，你也知道你未出阁呀。当初厚着脸皮缠着别人家的夫君，如今又急着撇清关系，看来是攀上高枝儿了。我没有，王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！芝芝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王爷，感谢纪晓将军今日能陪我参加这净宝会，待会儿挑件谢礼作为礼物，希望纪晓将军不会觉得冒犯。怎会？能为王爷分忧，是灵珠之幸。请坐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能不能别动手动脚的？我与王爷是一见如故，今日便是王爷邀请我来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能不能别来烦我啊？他不是好人，你不能信他。不是萧远，你能不能别来胡搅蛮缠了？这王爷到底怎么着你了？你要来这样诋毁他？你这个人真是搞笑。本王不是什么好人，难道你就是什么好狗吗？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叫的还挺欢。你给我闭嘴！啊！灵珠，萧玉安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灵珠她跟我讲一切都是假的。精彩！我的好大儿，恭喜你获得人间轻刑体验卡1张。不过你这软饭男的人设一天不崩，走到哪儿都是地狱模式。别说了，活该！母亲，将这些珍品和秘方卖出后，再凑些，应该就能凑够20万两了。你放心，今天我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你看你喜欢什么，只管叫价，我赠你。那就先在此谢过王爷了。国公府果然阔绰，我从前真是一叶障目，如今王爷对我有意，我得将这棵大树攥紧了。第一件拍品，极品翡翠玉镯1对，起拍价500两。现在请出价。哎，芝芝，那镯子是不是你嫁妆中的那对镯子？800两，3000两，5000两，8000两。王爷，那顾氏就是摆明了要压我一头。这顾氏也太欺负人了。你是我的人，他如何与你争？你继续出价，我替你顶着，压上去。1万两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你看，这么高啊！是啊。母亲，你太厉害了！1000两的镯子，你卖1万两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季小姐，这是您拍下的翡翠玉镯，价格1万两，请问您是现银还是银票？啊，他付钱。
看着我干嘛？又不是我拍的，而且我与这什么季小姐也不熟啊。王爷，您别说笑了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你觉得我是在说笑？好笑吗？季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银票付了吧。刚才这大多数人都看到您喊的价，您不能耍赖呀。什么傻赖嘛？哎，你不能走！方才是你说的，我喜欢哪件商品就拍下哪件，然后你付钱的。我怎么不记得？你可别让我当冤大头啊！季小姐，您可不能走啊！您卓钱未付，您可出不了这万宝斋。我没钱，你们这是敲诈！既然不肯付钱，那只能去衙门走一趟了。季小姐，忘记跟你说了，这对玉镯是侯夫人和叶小姐委托我售卖，你竟然能以10倍的价格拍下，大爷，在下就此谢过。是你们设计好的，你们设计我，你们敢耍我！听说这将军府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看来季小将军要被逐出家门了。芝芝，我们走，眼看着都拍完了，收钱去喽。你们，芝芝，这7日之期已到，我就知道你凑不齐20万的赈济款。况且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。不是，我说你是聋了还是瞎了？那20万两昨日已经呈到陛下面前了。我跟芝芝现在在等圣旨，你在这等什么？啊，等着我抽你！娘，不可能吧？圣旨到。夫人，母亲，圣上下旨允我休夫，我如今是自由身了。好哎，咱们仨以后就是黄金铁三角，终于不用跟这2个下头男沾边了。芝芝，就算再怎么生气，也不应该拿婚姻大事开玩笑吧？我不相信，你当真对我一丝情分都没有？你可以信，确实是没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各自嫁娶，各不相干。对了，夫人，淮阳王和景相已经在正厅等候了。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整，这2条腿的男人可多的是啊。走吧。啊！哎呀，自从这2个逆子走了之后，这侯府的空气都变清新不少。如今我和芝芝在京城中开了酒楼药铺，闲来无事还能和母亲打牌、游山玩水，现在的日子简直快活似神仙。是呀，多亏母亲教导，我和云舒才能脱离苦海。原来女子自食其力，也能闯出一片广阔天地，活得肆意精彩。云舒，芝芝，我错了，我也错了。唉，你们2个亡羊补牢，悔之晚矣。以后来府中挨打记得声音小一点，不要影响了我跟夫人的心情。不必说了，刚才排队给夫人买的芙蓉糕凉了，可就不好吃了。夫人，你要的芙蓉糕。我们牵着旋动齿轮，一生只行吧，为看在你还算听话的份上，我就留你在我身边。风月战神，用心事临摹你掌纹，我们先张口动心门，一生只愿。